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大陆国台办再度批评赖总统是兜售台独战争的煽动者，并且我们看到，在中国对台湾军演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务院才发声为什么说才？因为人家都已经结束了1、2天了，你才讲话。他说徒增紧张情势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日本外务省也是都已经军演结束了很久，你才说话，怎么回事啊？所以你看到对岸的大公文汇报他们就这样讲，他说赖清德当时用实际行动表演吃寿司，记得吗？在脸书上贴文支持你日本可是现在台湾有事啦，我们被团团围住，你怎么没有帮我们发声呢？高市早苗首相去了哪里呢？我们先来看看呢，国军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岸在我们台湾把我们围台军演的之前我们看到对岸其实他发布了一个讯息，说解放军有夺岛利器，就是这一架无人机。而且它是6吨重的旋转旋翼倾转旋翼的无人机它叫做蓝影 R6000说是这个它可以大规模的运送大量的物资，因为它载重力很大最大的商载是2000公斤所以它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实现对偏远岛屿的快速补给、突击登陆还有侦察。这是对我们台湾这个对着我们来的吗？它的每小时的速度是传统直升机的2倍，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物资及时的同送到战场上。所以中国大陆是在对台湾练兵吗？把你围起来，然后再把他们的各式的武器拿出来演练一番吗？我们看到呢，《中国时报》这一篇说他在测新招，所以这一次的围台军演，我们看到呢，他高调的动用无人机、战机、军舰、远程火力那他在测试如何使用，注意了，廉价到足以大量使用的火箭弹来削弱台湾的防空系统。我们真的要小心你说台湾之盾美国给我们这些爱国者飞弹卖给我们的那个是很贵的东西所以接种就讲了，这个拦截非常不经济，太贵啦，太贵了，成本差距实在太大了。和解放军拥有的火箭炮数量相比，台湾到底有多少飞弹？他来一个火箭弹这么便宜，我们要升空用我们的爱国者飞弹去拦截它吗？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想一想的我们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所谓幕后共军的超视角、超视距急杀链，锁定日本战机，升空就变肉靶台湾飞行员其实某种程度也透露了这样的担忧，因为国军在心态上要面对残酷的一个现实解放军已经不是只靠数量吓人的土八路了。过去可能有人这个认为他是这样，可是这个印象可能要改了。台湾空军如果不能大幅的升级，可能在一开战就陷入了被压着打、难以还手的劣势。所以呢，他对我们的围台军演，我们也要看出来，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包括你看到中国大陆不断的推陈出新，它的武力的装备一直不断的 upgrade。我们看到叫文瑶这个是成都的一个飞机工业集团在去年的总结中它首度公开全新代号文瑶这个东西。所以呢，中国媒体就讲说，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传闻中新一代重型隐形战机歼36。所以像你看这样子的飞机，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个驱逐舰又有新的这个舰叫楼底舰说是在雷达武器系统网络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改进跟调整。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新闻周刊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拥有370多艘的舰艇还有3艘航空母舰。所以他们是干嘛呢？想在2026年称霸海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军力上面的实力上面的差距。来，我先举这个前国安局长李祥宙所归纳的3个问题。他认为这一次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军演反映出来3件事：第一个，两岸的军力的差距非常的大，比原来预期要大的更多；第二个，
是美国跟日本不可信赖，他不见得会愿意帮助台湾，甚至不愿意理会台湾。第三个，也就是台湾对整体危机的应变能力严重不足。我把这三个做解释一下，正好就是我们这第一面电视墙里面所有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说两岸的军力差距很大呢？这一次解放军确确实实在试验新招，夺台新招。怎么说？这一次没有动到东风导弹，也没动到3个航母战斗群，甚至连它的2栖攻击舰的最顶尖的076四川舰都没有动，只动了075的海南舰。而这一次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成本比较低廉、比较便宜的火箭弹。而且火箭弹在实弹射击中射了27枚，10枚北台湾，17枚南台湾，它的射中把目标的能力都非常的精准。而相对于台湾，我们再看好了，台湾把这一个东部战区的围岛军演，把它叫突袭，把它叫无预警。真的叫做突袭无预警吗？没有迹象吗？一个东部战区这么大规模，号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围岛军演，你可能完全没有迹象吗？可是赖清德的国安团队在12月27号，他最重要的国安幕僚李问，30几岁就让他做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他在干嘛？他在结婚。结婚哦，他在结婚，办婚礼，大型婚礼。28号，赖清德接受三立郑弘仪的专访，在209兵工厂还在刺激解放军，说解放军因为实力不够，所以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请问你，如果事前国安单位、国安团队掌握了解放军可能要军演的一个消息的话，他是不是应该降温？你不觉得第一个浑然不知，第二个火上浇油吗？所以29号不负责任的讲，这个叫突袭，这个叫无预警，我必须用另外2个字形容，叫无能。所以李祥宙第一点讲得很对，第二点，他提到美日不可信赖。刚才电视墙中也提到，美国的国务院终于发了声明，可是这个声明晚了好几拍呀。那是因为台湾拜托日本、澳大利亚跟欧洲的英国跟德国先发言了，所以当台湾去感谢这些国家的时候，没有提到美国，再加上川普跟着以色列的总理纳塔尼亚胡在佛罗里达州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记者问到川普对于这一次围岛军演的看法，川普表现的云淡风轻好像不干美国的事情，他觉得不要担心他认为他跟习近平关系良好，他现在头脑想到的根本就不是台湾的问题。他想到的是今年的4月，他怎么能够风光的到中国大陆访问，带回来大批订单，来有利于他的政绩，有利于他在今年的11月的中期选举的结果吧。好，那日本呢？日本高市不是吹牛吗？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所以要动用自卫队，集体自卫权。结果呢，高市在搬家，在照顾她的老公的身体，她根本也是事后放个马后炮。所以美国跟日本不可信赖。第三个就是李祥宙特别强调的，台湾的应变能力有问题台湾难道没有预测到2022年裴洛西访台湾以后就已经过海峡中线？
赖清德2024年上台的时候就已经过24海里的毗邻区域，然后这一次几乎是全部5个演训点都已经过了12海里，甚至进入了6海里的内水阶段。你台湾有应变吗？连无人机或者歼20有没有过恒春半岛都搞不清楚，应变能力严重缺乏。是，我觉得事后我们台湾其实没有什么自省，也没有检讨的地方。我至少在官方或军方或者是媒体上很少看到。来，舰长，这没办法检讨啊，因为检讨的结果太伤人。那我们这样讲啊，如果说我们看前2年，解放军他在西部战区联合了这个无人机以及 PCH-191的相关影片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一次除了练之外，更多的是威慑，也就是告诉台湾未来的战争样态就是如此。我们看到，这是29号一早的这一个 Fly Radar 24，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无人机存在。然后另外呢，第一时间他们也派了这一个运8反潜机，然后在我们台湾的反潜第6区附近，然后进行征收。为什么？因为反潜第6区它的水下就是高屏峡谷，那高屏峡谷其实也就是潜舰最容易可以埋伏的地方啊，他们立刻就做这个动作。然后这个101的照片啊，大家有各方说法。其实这件事情，我第一时间在有台的节目就提到说，这个其实不是让我们知道他的无人机有多厉害，他这是告诉我们台湾的高层，他们准备的是斩首战。那这件事情呢，我当初讲，那当然有很多人不相信啊。可是我们来看啊，很快的，30号的时候，这一个中国军网他就直接提出斩首那个演习对于台独分裂分子，那实际上要产生威慑的效果。那我为什么这么确定他们已经是合练完成的嘞？我们如果看这一次东部战区释出的影片啊，大家就这样子一瞬间就看过去了。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无人机来做目标获得，然后指定给 PCH-191这个远程相式火箭弹进行打击啊。那只有这样而已吗？那这到底是哪一款的无人机呢？那其实我们从这个一瞬间的这一个光线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它的翼尖没有小翼，那第二个呢，它的尾部的垂直尾翼是呈 V 字形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尾部 V 字形的只有彩虹9跟无针10，可是呢，彩虹9它的翼端有小翼，无针10没有，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样态非常的多元。已经除了我们看到的双尾蝎之外，其实它的所有的这一个无人机都可以进行所谓的 A 射 B 导的动作。那有关于 PCH-191，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讲说啊，其实这个就是下士对上士。那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反应会不会有点慢？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在2年前的节目也就提到了，这什么年代了，还在搞无限高？这个无限高到底是什么状态？无限高也就是我们去年在台北航太展这边中间，觉得我们很骄傲的这一个强攻4，问题就来了。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人家根本没有动用弹道飞弹，为什么？因为人家已经确定现在要用 PCH-191来对应台湾，甚至刚刚公布的2025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它里面还特别标注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 PCH-191，它为什么这样标注？也就是给台湾提个醒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一个有关于这个轻转旋翼机的部分啊，轻转旋翼机其实大陆研发的这一款比我们看到的鱼鹰机还要来得先进。为什么？因为鱼鹰机它是整个引擎这样子转过来，可是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蓝影R6000，它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样会排气整个往下吹。如果陆战队员他要下降的时候，他直接吸着废气，而且是高温的废气。所以解放军不断的提升他的军力，而且做了非常多的改进。这个台湾必须要面对。是，来洪庭。
我觉得刚建长提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直比较忧心的哦。就是其实你可以看从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来看哦，首先它的名称跟过去都不一样，以前叫联合利剑，那这一次叫做所谓的这个正义行动这个部分哦。那国外很多的媒体就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因为如果采取正义这样子的一个言论，那有一种国际法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国外特别提到就是说，北京定调未来的军事演习是特别军事行动。当我们听到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耳熟？对啊，这就是俄罗斯对付乌克兰所谓的这些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他们认为说，这在政治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讯号，就是他正式的要往更深一层的深水区行动。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家其实一直很纳闷，就是奇怪为什么我们急着要去买海马斯？其实我们买海马斯就跟这一次我们要去面对中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PHL-191的这个火箭弹是最大的原因，因为火箭弹的成本太低了，大概是5000到1万美金之间。那一颗巡弋飞弹，或者是亚音速的，或者是这个极音速的飞弹，那它的这个成本都超级高。那我们爱国者飞弹不可能去拦火箭弹，因为火箭弹基本上这完全不符合成本。那这就是过去我们在以色列跟哈马斯里面所看到的，以色列的铁穹。那他为什么在拦的时候还是有落差？因为哈马斯不是一个有饱和火箭弹射击能力的人，所以以色列愿意用所谓的不对称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去跟他做拦截。可是以色列最后是不是也出现缺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们的爱国者跟我们的所谓中高低空的防御，不可能用这样的一个部分去做不对称的这样的方法，所以。海马斯代表的是叫源头打击，也就是当所谓的火箭弹射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的阵地摧毁，我们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这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那我们受到饱和式的火箭弹轰炸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会提高，这是第一个。所以刚才邱玉伟提到李强宙这个前局长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哦，他一直在讲，就是说他用的词比较委婉啊，他讲说日本的矛盾跟台湾的适应。台湾的适应就是说他觉得台湾对这一次是无感的。首先我自己也认为有些部分其实很麻烦，比如说新闻中间有报道说，这个我们有露出所谓火控雷达锁定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大家很开心，很多人听到很开心，但我听到我是感觉到很紧张的。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用火控雷达去锁别人？只有一个可能，他进领海了。他进领海，我们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才能够船舰锁船舰嘛。对，因为他已经进来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演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相对应，就是到底有多少船进来到多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而且他们做了多少事情或滞留多久的时间。这些部分其实才是真正要研究的部分。那另外就是他所谓的配合无人机跟其他的部分，再配合所谓为什么小连长会做出斩首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这跟我们一开始总统府的共谍案是有关的。是总统府的共谍案其实就是在锁定这些高官的 loc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整个的军演的文攻武吓，其实是一步一步告诉你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但可惜的是，看得懂的人会怕。那就回到我们一直在讲，松林康博就讲，你会怕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你不害怕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害怕，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真的能够把相关的这些部分都讲出来，或者是我也呼吁民众，其实现在的 AI 都可以去查国际智库对我们这次军演的分析，大家可以多看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希望越多人紧张，我们越有可能去做相对应的这个安全跟准备了。对，没有错。我看到的讯息是在鹅銮鼻这边，9海里已经进来，到9海里这么近了，所以如果不紧张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温水煮青蛙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高市早苗，日本是过这个阳历的新年嘛。那这个他在新年感言中讲了很多，可是他没有讲到日本跟中国大陆的首脑会谈这可能就是一个 sign。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最近有很多问题，那当然包括通缩突然转向、国民所得的物价上涨的问题，还有战后最为严峻而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这是高市他的说法那他有提到日本跟美国的这个首脑会议，可是他没有讲到日本跟中国大陆的首脑会议，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外交上的情势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讲到这个中国大陆最忌惮也最敏感的核武器的部分，
他接受了读卖新闻的采访，被问到是否考虑在日本的安保计划引入核潜艇。高市说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哦，所以他的鹰派的地位跟发言其实都还是结结实实的存在的。北京是不是拒荐这一团呢？哦，日本本来商界有个代表团哦，据说有200名日本的这个商业代表哦，本来要去访问北京哦，那现在取消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敦促高市要撤回这个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哦，所以你看到呢，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也在讲类似像这样挞伐高市的言论，中国大陆是不依不饶啊这个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它是不断的要逼迫他所谓的撤回哦。那目前这个高市是没有撤回。那日本国内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经济还是经济哦，日元贬值，食品的价格现在暴涨。一般的小家庭哦，一般的老百姓过得很苦啊！哦，包括你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哦，这个食品在日本家庭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的斯格尔系数哦，已经我们看到去年7月到9月已经到了29.4，将近30%哦，这是单季的最高水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日子都过得非常的紧绷。那现在呢，中国大陆还有一招拉南韩打日本。他刻意不理高市早苗，然后习近平即将在北京见李在明，而且是选在李在明要去访问高市、访问日本之前哦。所以你看到路透社就讲了，北京他要加速拉拢南韩，这是他的外交上面的一个策略。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南韩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有矛盾存在的。包括什么呢？核潜艇这些议题很棘手啊包括虽然我们看到李在明很想跟中国大陆把这个贸易方方面的关系给建立起来，可是中国大陆在黄海设置构造物，南韩打算引进核潜艇，这个都是双方非常忌惮的问题所以未来的谈判啦这些都还不能太乐观。另外，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大陆呢，现在在抵制到日本的旅游。那陆客这么庞大的这些人要去哪儿玩呢？不怕没有地方去。你看到土耳其在招手了包括南韩免签、俄罗斯免签，这是对中国大陆免签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这个搜寻量现在增加了，因为免签嘛旅游胜地这个安塔利亚也涨了1.3倍所以可以想见的这个东西旅游上面的快速的转换已经正在发生中。而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后跟中国大陆的商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甚至你可以看到呢，今年中俄贸易将会增长超过8%这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商他们的会长估算出来的一个数字。来请教委员。高市早苗如果看到了、听到了刚才前子的前半段话，他一定非常的生气，因为前子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为什么高市在新年感言里面不去谈中日的关系？因为他想到中日的关系，他就一定在万谈嘛。因为在石破茂的时期，中日韩之间谈定了要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往前推动，而且也定下了中日韩在今年要进行峰会。可是现在看到1月4号，李在明就风光的到大陆做国事访问，然后他带着韩国财团的4大天王一个大团一起到大陆去了。可是呢，日本的代表团却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官方的会面，最后只好延后，无限期的延后。再加上中日关系掉进了低谷，这对于高市来说都是他在整个施政上的一大的难点。再加上这一次李在明到大陆不是只到北京，他还到上海，他有2个行程对高市来讲，对日本来讲，一定心有戚戚焉。第一个行程，他准备要迎回当年在哈尔滨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那一位朝鲜烈士，叫做安重根，要把他的遗骨把他移回韩国。
第二个，他准备到上海去参观当时韩国抗日的先烈金九，当时在上海成立的临时政府正好100年。这2件事情其实都是针对了日韩之间、中日之间的历史的问题嘛。所以高适一想到中日的首脑的峰会，他就觉得他已经被丢掉了。再加上他北边的俄罗斯现在不但接力东部战区，紧接着军演，而且俄罗斯宣布了要开放远东地区跟中国大陆合作，他笃定也冲击到日本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呐。再加上朝鲜在旁边侧翼，他也在发射他的这个弹道导弹，而且呢，朝鲜的核潜艇也正式下水了。金正恩还带着他最宠爱的女儿金祖爱去看这个核潜艇。对于高适来讲，日盼夜盼就是希望能够修改无核3原则，能不能让日本也拥有核潜艇？而韩国已经得到美国的答应了，而朝鲜也有了，那你现在只有日本一个单飞，他陷入了一个四面楚歌的情境。好，第二个让高适最烦恼的就是经济的问题嘛。刚才钳子也点到了，日本现在的通膨很严重，其中食品的价格飙涨，人民的痛苦指数增加，尤其在食品里面，那个大米的价格涨得更凶，这个叫令和米乱。这对于高适来说都是一个头2个大。他1月的时候在国会接受质询，我都还不知道他要怎么过关。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日元不断的在贬，日本的央行升息以后，照讲日元会升值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啊。结果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日元继续贬，贬得更严重，通货膨胀也更严重。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大家对日本的经济没有信心，日本的经济遇到了空前的难关，不是以前的安倍经济学可以解决的。安倍经济学是通货紧缩时候的办法，高适现在面临的不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是这个委员他是经济的专家，的确现在日本的问题非常的棘手。来，请教宏庭。我觉得日本就确实如同刚才一开始我们在讲那个前国安局长李祥宙对日本的分析，就是说日本的矛盾，特别是在这次的军演里面，那就曲线在日本现在是高市早苗跟政治人物一头热的在对所谓的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那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可是他们也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国会能不能接受，人民能不能接受？那这里面就体现好几点。过去他们就讲说，日本是不是要把所谓的这个防卫宪法改掉，或者是这些部分？那他们现在绕过了所谓的这个宪法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改成来讨论所谓的无核3原则。就过去日本有不拥有、不生产跟不运进这三个这个无核3原则、非核3原则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一点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把它改成无核2原则？也就是不生产、不拥有，但是我需要美国来运进，不管是我来帮忙协助制造所谓的这个核潜艇，或者是拥有所谓核子武器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够部署进来。那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日本现在整个军方认为，就是说我现在的核威慑能力是降低的。那我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我没有办法来吓阻这个中共去做所谓的这些扩张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现在，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坦白讲，这个问题会造成所谓的这个更深一个层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在日本现在看起来，右派的政治人物希望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但是民间跟国会针对这个部分，它到底能够接受到哪一个程度，目前暂时还看不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高市除了做这些部分以外，过去我也在节目上提过，冲绳旁边的北大东岛在这个12月15号签了土地的租约，未来要引进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雷达去做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防御政策。然后呢，在所谓的这个
冲绳底下在石垣岛这些宫古岛这些部分，那11月23号，日本再次的宣布，就是说我要布置一个所谓的50公里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岸置飞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想要把所谓的第一岛链导弹化这一件事情，那是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如果我把它导弹化了，然后我再把非核3原则改成2原则，然后我甚至在很多这个未来跟所谓的有可能遇到的这个问题上面，我甚至修了所谓的这个宪法第5条的时候，那你难免会引起周边国家，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在搞所谓的帝国主义跟军国主义复辟？所以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这就是一个敌意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双方因为不可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拼命的去做这样的部署，然后再配上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日本现在的贬值、食物价格暴涨跟通货膨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现在按照接下来的这个状况降息，然后再做 QE 这样上去的时候，势必也会影响全世界。那我必须坦白讲，那真的跟所谓的希特勒当初2次大战前的那个状况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就军国主义复辟，经济崩溃，然后人民开始往所谓的这个极端方向去走，所以2026现在看起来是一步一步的往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这几个都是信号，大家可能都要去做观察。来请教舰长。通常啊，我们问对问题就会得到答案。我们想一想啊，为什么在这个解放军进行这个正义使命2025的这个军演期间，那个高市早苗静悄悄，什么话都不说？第一个，第二个，当初大家一直在传言说12月26号高市早苗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没去？其实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他现在整个国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不想要继续开罪中国大陆了。但是中国大陆事实上没有要和缓这个迹象啊，所以你现在要派出去的这些财团要进行采访，对不起，完全不回应啊。那你现在当你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继续的支持你的这一些装备不断的，就是武器装备不断的提升，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其实我们应该觉得台湾应该觉得很扼腕，为什么？在1991年那个时候我官校毕业，我到韩国的时候，韩国的军官看到我们的那个53系统的扬字号的时候，他跟我们比个赞。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也就是从美国接回来的这一些驱逐舰，他们都完全的没有进行加改装。可是为什么台湾要觉得遗憾？我们现在看到啊，最上面这个张宝高级，它虽然呢只有1285吨的这个潜舰，它已经服役了34年，在今年的11月19号，它已经除役了。除役之后，它要提供给波兰。我们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提供给波兰呢？因为波兰要大量的购买潜舰，这个时候正是韩国要做开始要真正的进行这一个潜舰输往波兰的动作，所以我淘汰的潜舰先给你用。那为什么韩国这么需要潜舰呢？其实韩国早就已经有核动力潜舰的一个构型了，这个是之前就有的图啊，这个不是当川普总统同意了李在明之后才出现的这一张图。他们原来的鞍山岛基原来就要做成核动力的，只是他没有这个技术啊。那他没有，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那而且其实他们有很多问题没想懂啊。第一个，我们这样讲啊，因为韩国真正面对的是日本海的问题。那有关于那个黄海的深度啊，比台湾海峡还要浅，用潜舰其实非常的不适合。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日本海，它有2000公尺深啊，那2000公尺深，再加上它的海流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反潜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他要这样做啊。那大家都想要核潜舰，其实核潜舰是个迷思啊。为什么？因为核潜舰它其实必须要搭载弹道飞弹，它才有那个价值，不然它一点这个价值都没有。之前
美国的这个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就在讲，其实美国海军需要的是游戏规则改变者，他讲的是柴电潜舰啊。为什么是如此？因为其实核动力潜舰非常贵，而且它的噪音远比柴电潜艇来的大。大家以为买了这个核动力潜舰就是先进，其实恰恰好不是如此。所以这是一种迷思哦，对，需要去打破。那我们来看看呢，中国大陆继这个所谓的稀土之后，再度出手管制白银出口哦。这个白银出口呢，一般认为它是冲击美国国防的供应链，因为它跟稀土一样哦，这个贵金属其实在国防上面的武器制造哦，它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重要性哦。所以看到呢，2026年中国大陆公布了哦。即将新上路的规定，除了管制白银之外，也包含钨跟锑哦，像这样子的一个金属的出口。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他怎么说呢？在谈到出口管制这一趴哦，他有讲到要装纱窗防蚊虫哦，这个比喻其实蛮妙的。他说，我们敞开大门，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的同时，也要装好纱窗，防范随之而来的蚊虫哦，所以你看到美中的这个对抗哦，既竞争又对抗哦，或者是竞合的关系，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在2026年会一直出现。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个禁令哦，现在遭到一个非洲国家以牙还牙哦。这个是来自于非洲西部国家马利还有布吉纳法索，他们就宣布说，那我对美国你们公民我全面停止拨发这个签证，而且禁止你们入境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对于移民上面的那个措施非常的严厉。而另外，美元去美元化现在再下一城，尚比亚它正式接受中国人民币缴税哦。我们看到这是非洲的第2大铜的生产国尚比亚哦，它现在可以接受人民币来付哦，所以它的这个使用费还有税款，那这也是尚比亚成为非洲第一个接受以人民币缴纳矿业税的国家。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个贸易战争发生之后，中国大陆就在移转它的出口目的国，包括你看到“一带一路”的伙伴国，现在是中国大陆在去年出口占了45%，出口顺差成为关税战下的新金主，而反观美国同期只有24%，所以中国大陆2025上半年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创下12年来的新高，达到1240亿美元哦。其中天然的资源合作是重中之重。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讯息，这是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哦，它的西部矿业铁路哦，也是非洲第一条的重型沙漠铁路，它的全线铺设已经在礼拜2完成了。透过我们画面你可以看到，它全长是575公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这个工程非常的艰巨，因为你看到这个画面都是在沙漠里头建设的哦，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的中国铁建哦。他在这个调整了他的所谓的一个工作的一些方针，因为包括这个沙漠的气候非常的恶劣哦，你很多的建材，你用很多的工法，可能都不能像是在正常的一个土地上、正常的一个气候上面一模一样。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的关税哦，现在是不是做了很重大的调整？包括他之前讲了说我要对你意大利面这个来做一个调整课税超过92%。那可是意大利外交部礼拜4就宣布说，美国要大幅的下降税率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Molisana 像这个是在美国很受欢迎的意大利面品牌，现在把这个关税已经这个下调到2.26%，跟他之前讲的92%的关税差很大。而另外像是家具川普也说，我要大大的来加增关税到25%到30%。可是呢，在跨年夜，白宫发出了公告这个关税就暂时先不调了，维持在现行的税率。另外呢，美国有350种品牌的药涨价了。川普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说你不能涨，可是他们不管包括新冠疫苗、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这些疫苗，通通都涨价了。来，请教委员。我们现在谈到今年的1月1号一开年，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就宣布了，要针对白银、钨跟锑进行像稀土一样等级的出口管制。
这个消息会让大家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白银的精炼产能占世界的占有率多少呢？68%。虽然它整体的白银在全世界的出口贸易里面，它只占23%，可是它精炼的产能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替跟污，这一来的话，就跟稀土的出口管制一样。美国的军工产业、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造船业、汽车业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是一波接着一波来。同样的，许多的药品的原料也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如果根据它的药品的原料上也来一个出口管制，那像美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可能都要叫苦连天了。好，再谈到非洲的问题，我记得在早几年的时候，奥巴马到非洲去演讲，他在演讲里面一直强调中国威胁论，讲了半天，终于有一个非洲的总统举手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在这里这栋大楼是谁帮非洲人盖的吗？就是中国人啊！你在演讲的讲台是谁帮这个讲台给构建出来的？就是中国人啊！中非的关系呀，不是美国可以取代的。中非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中国跟非洲之间，它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3000亿美元。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这个贸易的伙伴。中国现在的光伏产品啊，它的锂电池啊，它的新能源汽车啊，都大量的销往了非洲，而中国也接纳了许多非洲的农产品，所以非洲的国家跟中国好得不得了。所以川普旁边还有很多的智库，很多的幕僚，还曾经做一个建议，就说能不能用台湾来换非洲。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对于台湾问题他放手了，那中国大陆也可以帮助美国在非洲建立起它的基地，因为非洲有太多的天然资源了。所以中国大陆为此还特别找个哈工大毕业的一位刘国中担任他们的副总理，就是专门负责非洲的这一块。接着我最后再谈一句话，也就是川普现在面对的关税的威胁后遗症都出来了，除了通膨的问题以外，更严重的就是这个月的中旬，美国的最高法院就要做最后的判定，到底川普的关税有没有违法。如果川普的关税是违法的，或者大部分是违法的，那川普整个政策上台以后的政策就遇到大麻烦了。是，而且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税到现在还没出来，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走。我们进一下广告。请向洪庭来分析美中的关税大战。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美中大战对美国来讲它是发动方，对中国来讲它是承受方。所以过去大家一直在讲，我最常讲就是说，这个关税战打下去其实是没有赢家的一场，而且特别是中国它没有办法赢，它也不想赢，因为如果整个消费降下去来讲，对它来讲也不好。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觉得在这场关税里面，你现在看到当中国出手白银的时候，我个人是更紧张一些的。就是说，这表示什么？这过去美国最喜欢用所谓的这个管制的方式，然后来去对他的这样子的一些想要管制的这个对象去做手段。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用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好，你用管制，那我也用管制。可是他选择的部分，现在先选白银。刚才委员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白银在全世界。中国大陆的产量大概占接近20%，但精炼的部分占60%到70%，
所以这是一个广泛式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但是说老实话，中国大陆做这些事情对他自己其实也是重伤，这是一个七伤拳。所以当他是白银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觉得稍微安全一点。那他如果进到钨跟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对军工产业去做一些限制。那如果去做到所谓的像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部分那钨跟锑它的产量也是大概都占全世界的60%左右。里面比较特别的是镓，镓这个金属，中国大陆的出口的比例是98%。那镓这件事情，如果它真的动上去的话，对它自己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那最可怕的是镁。因为镁这个原料90%的产量都在中国的陕西省，然后呢，欧盟95%的镁的进口全部都是跟中国大陆去做。他如果做到这件事情，就等于有点类似是毁灭式的升级。所以我可以解读就是说，目前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告诉你说，不要以为管制只有你在做，我也可以。那我要打这个七伤拳，让大家一起倒大镁。但如果美国用极限施压的方式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那第一，经济上面的衰退就会马上就迎面而来，而衰退影响到了这个问题会更大。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打白银是第一张牌，那看打到哪里，川普愿意停。但如果没有停下来，我刚才讲的那个顺序，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记得。对我自己来讲，这就是我的危险系数表。当进行到其他的金属类的时候，那大家就可能要非常小心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中国大陆的基建实力有目共睹，现在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建造了一条沙漠铁路。我们常常讲啊，要想富先开路。那道路，那或者是铁路，它主要的也就是对于两个那个地点之间移动它的一个产物。例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阿尔及利亚，它最大的一个载重桥的部分它也就是将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加拉杰比莱特的这一个，是目前全世界未开采最大的铁矿区。那它要将这个铁，为什么它一直都没有开采？因为它没有铁路啊。它也用公路其实非常的不经济，那它要用铁路运到最后才能够出地中海。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其实它用什么方法？它用架桥的方法。因为如果说在沙漠里头，你直接铺在沙漠上的话，那个风吹沙一下就不见了。那这一个呢，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